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对象七夕踹了我，只是因为他家要拆迁，嫌我家穷，掉头就跟邻居家闺女结了婚。不到1个月，他就跪着求我回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大学期间，男友李想突然找到我，让我请假跟他去领结婚证。他当时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。快，留言，你先回家取户口本，跟我去民政局领证。当时午休，还有半小时就要上课。我俩大学相遇，处对象不到半年，他突然说什么领证，我一脸懵。而且我俩现在别说没毕业了，连双方父母的面都没见过。他再着急娶我，也不至于差这1年半年的呀。我还想着劝他别太冲动，要见完家长再说，哪知道他另有所图。你快点儿，我已经帮你跟老师请假了。我妈说了，我家要拆迁，要是家里人多，就能够讲条件要更多钱。叮咚，他手机响了一下，他看了一眼之后又继续说，我妈说的对，咱得事先说好，这个拆迁款你不要想，算是婚前财产。我简直无语了，看着他一脸我赐你一个身份，你别太物质的表情，我真想一脚踹上去。我拿出手机想联系老师，告诉老师我会正常上课，没想到他给我拦了下来。你干什么？我怕说得太直接，他一时冲动做出什么不好的事，就想先委婉拒绝。你这太仓促了，我们还是以学习为重，而且家长都没见过，还是以后再议吧。没想到他竟然瞬间变了一副嘴脸，这还用见吗？这次拆迁，我家几套房子的拆迁款加起来能有600多万，你家都得上赶着找我。呵呵，你多想了，别装了。你要是不去，可别怪我没给你机会。留言我等你跪着求我的那天。他还生气了。他走了之后，我才慢悠悠地拿起书去教室。没办法，新闻看多了，真防患于未然。理想在我这里装大款，他可真是碰到硬茬子了。我可是正宗的富二代，我家从我爷爷那辈就是搞房地产的，要不是我爸爸心不在此，我家的产业还能扩大不少。之前他听说有人在菜市场里不止一次看到我爸，就以为我爸是个卖菜的。我也懒得解释，没想到这次理想他家一拆迁就膨胀成这样。我觉得我的恋爱脑差不多该下线了。还没等我提分手，没想到理想就又给我打来了电话。留言，我爸妈来学校附近了，想看看你，正好我们也好好聊聊。他直接把饭店的地址发给了我。我本来不想去，但是想到一直拖着也不是个事儿，就想过去说清楚，一刀两断。他定位的位置是郊外的一个农家乐，我还以为他约在这里，就直接进去了，但是没有找到他们。没办法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他才说农家乐还得往里走。最后我实在找不到，他才出来接我。他将我接到他家，是一个砖石混搭的房子，应该是早些年听到了动迁的消息，舍不得花钱装修，所以整出个四不像。刚进院门的时候，理想就开始炫耀起来，看到没，这么大的院子，我家有4个，只要一拆迁，那钱可是你这辈子的见不到的。我看着乱七八糟的院子，躲了又躲，墙角不知道堆的什么，一股恶臭。我捂住了鼻子，今天叫你过来，就是要了解下你家的情况，一会儿你好好表现。进屋门的时候，理想非得让我脱鞋，我看里面的水泥地板，不是很愿意。理想拿了个发黑的拖鞋，也不知道是谁穿过的，还一直催促我。无奈我换上了鞋，刚进屋就看到了他妈。他妈坐在桌边，看我像看猪肉一样，太瘦了，太矮了，
一看就不是能生儿子的。我握紧拳头，默念这是别人地盘，才没有一巴掌打过去。他妈一边嗑着瓜子，一边打量着我。我家呢，马上就拆迁了，拆迁的钱跟你没关系，你别多想。这次你来，就说说你家里，要是合适，赶紧去领证。领证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利都被你们得了，亏都由我来担。我没有回答，看着窗外，他爸不知道从哪里进来，端着一盘橘子。李想递给我一个，坏了，我想放下换一个，李想却拦住了我。这橘子这么吃正好，长毛了还吃，还正好，怎么不是和我出去吃饭的时候了？非说饭店的菜没处理干净，吵了半天让人家免了单，我执意没吃。一边的他妈看不下去了，还学生呢，连粒粒皆辛苦都不知道。你家趁多少啊？是有3、5套房子，还是有几十万的豪车呀？这是探我家底呢呀！我要是照实说，他家不得扒上我，说不定为了我绑定他家，做出点啥事来。没有，都没有，我也不算说假话。房子我家没有3、5套，我家的都论栋，车也没有几十万的，只有几百上千万的。他妈一听，看我的眼神更加不屑，看在我儿子的份上，可以让你进门，彩礼婚礼什么的你就不要想了。彩礼婚礼真是当自己是香饽饽了，一脸施舍的样子，好像还想让我感恩戴德呢。他说话根本入不得耳，声音还尖锐，我不想与他多言，回答也越来越敷衍。你家里是就你一个吗？还有我哥。你哥？他突然喊出声，我吓了一跳。他看向李想，你之前不是说他家就他一个吗？李想看向我，我怎么不知道你有哥？他跟我处半年了，一次我的家里情况都没问过，还好意思怪我没说？你也没问啊。我说完，空间瞬间安静了几秒，还是他妈打破了尴尬。那你哥现在是干什么的？自主创业。我没说谎，我哥确实自主创业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一边读研，一边创立了自己的小公司，现在逐渐稳定了。他家人瞬间脸色一黑，他妈啧啧2声，啧，这年头还敢自主创业，真是不懂事。要不了多久，到时候你家房子一点都不能留给你不说，连你的嫁妆都出不起。我气笑了，我听到外面有车声，淡定地笑了，从兜里拿出一瓶矿泉水，喝了一口。什么嫁妆？我家从来都没说过给嫁妆啊。他家听到这话，一家3口的脸色都变了，他妈更是直接开骂，那你还有脸来？你啥都不带，配得上我儿子吗？要不是看在他跟你有感情的份上，早就让他把你踹了。我站起身想离开，李想抓住了我，你家境不好，我妈就说2句，你至于吗？我刚想撕破脸，屋门就被别人推开了。那人拎着一个果篮，穿着比较简单，长得也还不错，就是说话，叔婶子，这我买的果篮，我爸让我送过来。他爸将果篮接了过去，叔等下，我还有个东西比较重，得麻烦你跟我取一下。然后他爸就跟他出去了。不一会儿，他爸跟在他后面搬了一个石雕进来，石雕雕的是财神，他一个人抱着勉强进来。他爸他妈看到，嘴都咧到耳根上了。小雪啊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品相这么好，一定挺贵。小雪直接将鞋一甩，光着脚走到了桌子边，拿起个橘子吃。不贵，我爸说了，咱以后都是百万富豪了，不差这1、2万。他突然看到了我，哎，这不是留言吗？你是来咱家做客的吗？真没想到你会来，让我婶子给你做点好吃的。听到他叫我名字，我才想起来他是谁。他跟我是一个系的，但不是一个班的。他叫赵一雪，按理来说他应该知道我跟李想处对象的事儿，但是他现在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说话间还用主人的身份招呼我。我看了看李想和他的父母，
我看他爸妈早就相中赵一雪了，这次让我来，也就是想对比一下，我和赵一雪哪个更好，权衡利弊。我现在已经足够让他们失望了。我再次提出离开，他们都没有拦我。我走到大门的时候，李想又跑了过来，抓着我手跟我说：“其实我还是最喜欢你的，但凡你跟小雪家一样，有一套要拆迁的房子，也不至于差距太大。”我白他一眼，别说什么喜欢我了，你物质就是物质，装什么煽情？李想拉着我继续说：“刘岩，我知道你现在生气，你放心，你比那个赵一雪好看多了，我怎么可能看上她？以后我们也可以多联系，多联系，多讽刺。但凡他要是直接跟我说，我可能也会跟他和平分手，或者告诉他我家的实际情况。他现在想让我背小三，我才不干呢。从现在起，彻底分手，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。”我掉头就走，不远处就看到来接我的车，上车走了。我直接坐着车回家，碰巧我哥和我爸妈都在家，我就将这个事简单的说了一下。他瞎了狗眼，嫌弃我闺女，不要他就对了。我妈将我搂在怀里，我爸在旁边骂了一声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爸突然笑了一下，以前也是我眼瞎，竟然觉得他是肯上进的，你还特别的喜欢，我才将开发的地方定在了他家。我没听太明白，就看着我爸眨眨眼睛。我爸逗弄我一下，才告诉我，他虽然无心爷爷的房地产产业，但是也得管着，并不是不自愿管的，而是他能够借助产业做一些便于自己的事儿，比如买一片地，研究出口感更好的菜。本来已经选好了一片地，但是后来看我跟李想相处越来越好，而且见李想也像个懂上进的人，我爸就将菜地选址换到了他家那片，有意提携一下他家，让他家能够有些经济基础，不至于委屈我。可是没想到，他家竟然在知道自己家要拆迁之后飘了，将我甩了。我爸想要建的是菜地，选理想他家那边的地，还得需要不少时间和金钱来处理。这回没了我的关系，我爸自然可以定下更合适的地方。他一定想不到，他家那600万能不能得到，还得看我。我爸问我，真的确定分手吗？会不会后悔？我明确地表示，不可能后悔了。当初我喜欢上李想，一方面是一次又一次的偶遇，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他阳光向上，被他身上的上进氛围影响了。当初我爸也说过，他身上有一股韧劲，如果好好努力，一定能有所建树。但是我们都没想到，他竟然会这么快就变了样子。第二天就是七夕，但是学校并不放假，我被老师找去商量考研的事儿。没想到我刚从办公室出来，就听到有人议论我，那就是刘岩吧？之前看她的做派，还以为是富家小姐呢，没想到是个穷鬼，假名媛。真是，之前我就说她了 ，LV 是假的，别人还不信。我没有理他们，打开手机，点开学校论坛，实锤，学校校花是个假名媛。校花留言想要诈骗对象拆迁款，以死相逼要与其领证，校花人设崩塌，原来是个土老帽拜金女。我直接将说的最多的 ID 甩给了我哥，我哥让他朋友一查，这些账号大多数都是平时跟我有过节的，源头是个小号，但是难不住我哥的朋友。没多久就将信息调了出来，是赵一雪，果然是他。我回宿舍的路上，远远的看到了他还在跟别人背后造谣我，碰巧遇到了我室友，他一见我就大喊一声：“妍妍，你这是爱马仕今年最新款吧？这个不得100多万。”他这么一说，我才想起来，我回家之后还跟我爸说了，我研究课题得到了导师的肯定，给了我提前保研的资格。
我爸就说适当放开一点儿，不必那么低调了。我就直接在家换了身衣服，顺手拿了个包，没想到拿了这个。赵一雪听到之后，直接带着人走了过来，说起话来阴阳怪气。刘岩，你这100多万的包，是你卖菜的老爸买得起，还是自主创业的哥哥买得起？他走到我身边，想要拿我的包，被我躲开了。你这一个女大学生，买这么贵的包，谁知道你做什么了？他掉过头，跟他身后的人说：“你们不知道吧？他去求李想领结婚证那天，被李想他妈拒绝之后，就上了一辆豪车，那车里面坐了一个老头。我家司机张叔要是知道他年仅37岁就被人说成老头，估计会直接把他头盖骨掀起来。我没有说话，反倒是他身后的一个人拽了拽他。小雪，他那个是真的爱马仕。”赵一雪根本不信，趾高气扬地看着我。李想他妈根本没看上你，早就定下要和我家订婚了，我们2家都要搬迁，这可是强强联合。他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，我爸的菜园规划面积不小，如果他和李想他家是邻居，那确实也在拆迁范围之内。我可不像你，指望着别人扶贫。看来我爸的吩咐，底下人还没开始实行到他家。我淡定地笑了笑，没想到你知3当3这么自豪，我不要的东西你还上赶着要。他被我对得说不出话，毕竟当初李想追我是闹得全园皆知的，但是分手的事我还没来得及说，大家也不知道。现在他自以为是的宣扬，自然在别人眼里和小三一样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导员还找我准备保研的相关事项，我掉头就先走了。刚走2步，身后传来了喧闹声，然后我就听到了李想的声音：“小雪，嫁给我吧。”然后就是喧闹的尖叫声：“答应他，答应他！”刚刚还在看热闹的人，这回直接将箭头转向了我。还有人吐槽我也懒得搭理。可能赵一雪见我没搭理，没顺他的心，他故作做作的跟李想提起了我。想哥，你还是跟刘岩说清楚吧，不然他还抱有希望呢。然后李想就走到了我的身后，叫我妍妍。其实我是爱过你的，但是他犹犹豫豫的，好像多深情一样。我潇洒的转过头，退后2步，跟李想拉开距离。李想，你非要让我跟你领证，增加个拆迁讲条件的能力，我从开始就没答应过。而且李想突然打断我的话：“妍妍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就不要再污蔑我了好吗？”没想到他还是个难茬，我都气笑了。李想，我昨天晚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分手了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，我还有事。我时间紧迫，想尽快脱身，掉头就想离开，但是他抓住了我的手，我连忙一个闪身，将他的手甩下。你离我远点，别污染我周围的空气，我嫌你脏。然后拿出一片湿巾，将他碰到的地方擦了又擦，路过垃圾桶的时候扔了进去。李想见我彻底撕破脸，可能刺激到了他，但是他还想：刘岩，当初我追你的时候，小雪也在追我，要不是我看你也喜欢我，我早就跟小雪在一起了。谁知道你是个假名媛，装富二代，我家人和亲戚都劝我，你知道我为了你付出多少吗？上次我将你带到家里去，但凡你表现好一点儿，也不至于这样。现在我和小雪在一起更适合，你也别再纠缠了，你好自为之。他怎么有脸的？之前看着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有钱之后就飘成了这样。更何况这钱还未必能到手呢。我快步离开，打电话给我爸：“爸，你这公司的速度也不行啊。”我爸当即答应了几声，挂断了电话。我直接去找了导员，凭借你的研究成果，去年你就有机会越级，你非不愿。导员训斥我：“
也是为我好。当时我念着不想和理想离开，所以就自愿耽误了一阵。是我当时糊涂，导员又和我说了点注意事项。完事之后，我直接到学校的车库里，将我的 ACAS-1骑出来。刚到学校门口，就遇到了理想他俩。我一个漂移，他俩吓了一跳。赵一雪还在说，他家连个轿车都买不起，只能骑摩托。但是理想没说话，我知道他一直都是摩托车迷，跟我的聊天话题以摩托车为主。赵一雪还想继续说，但是被他拦住了。我打开头盔，看向他俩。是啊，我家真是太穷了，买不起几套房，也没有几十万的车，我只能骑这个破摩托。赵一雪没有听出我话里的讽刺，还走到我旁边，想讽刺我。来得正好，我一巴掌甩了上去。没见识，不要瞎说话，小心被自己的话打脸。周边的人也认出了我的车，纷纷在一边小声讨论，这是 ACAS-1呀，据说300多万。没想到那个女的那么没见识，还乱说话，活该挨打。你不知道吧？挨打那个其实是小三。众人在周围指指点点，一向爱面子的理想承受不住了，他向我走来。不是说好了互不打扰吗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骑车遛弯，你管得着吗？他还不甘心，你哪里搞来的车？你果然做那种事儿了。见这样，他还污蔑我，我顺手也给他一个大嘴巴。不会说话就别说，不明真相就别瞎猜，小心你自己遭报应。我冲他意味不明的一笑，然后汽车离开了学校。身后还听见赵一雪没见识的声音：响哥，你怎么没把你家奔驰开来？我从后视镜里看到李想甩开了赵一雪的手，竟然还看着我的背影。我觉得后背发凉，连忙加快了速度。渣男配贱女，绝配！我看今天这个七夕，他们还能不能过好？我回家跟家人吃了顿团圆饭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被手机消息吵醒。原来是我闺蜜让我看群，我点开一看，原来是渣男和贱女官宣了，两人还晒了拿着结婚证的照片，群里都是祝福的话。理想还邀请所有同学参加他们的婚礼，发了一个200的红包。我本不愿意看，但是架不住我闺蜜给我讲述，他们的婚礼就定在下月1号，订婚宴在本市最著名的酒店。有一些知道我和理想关系的人，偶尔骂上2句，都被其他消息淹没了。我直接也发了个红包，红包备注就写着祝福锁死。瞬间群里安静了，他们刚才塑造的热闹氛围消失了。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但是我刚睡过去没一会儿，我手机不停地响，无奈只能接通。是我闺蜜胡月，你俩咋回事啊？我给你发那么多消息你都不回，你不会想不开吧？我一看，原来是我静音了，他打的我另一个手机。我淡定地回答没事，他太傻逼了，我就甩了。我闺蜜松了口气，你甩的他就好，他一直在群里造谣，很多人还以为你被甩了呢。怎么可能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要是不说，估计他就不会让我睡觉了。我将前因后果讲了一下，我早就说了，你别听你爸的，那么低调做什么？咱又不是没钱，我爸不也是怕我被有心的人惦记吗？你有钱，他们只能惦记钱；你没钱，他们骗感情怎么办？你等我给你找回场子。然后他就转战去了群里，显示甩了几张我和他购物的照片。当然和普通的购物不同，我俩去看衣服一般都是由专业的试衣模特试穿。我俩在看买哪件，他发的是我站在试衣模特前选衣服的全景照，然后又发了几张我开兰博基尼和他兜风的照片，最后在一堆照片的后面发了一句：妍妍，你看哪个比较好看？过了2分钟之后，他又发一句话：
不好意思发错群了。一番操作下来，群里比我刚才的话更加安静。片刻之后，群里人都艾特胡月，一只小草，胡月仙女，富婆，请看我上死山。胡月仙女，你旁边的是不是留言呢？没想到她原来是真富婆。也有人突然反应过来，问不知天，李想你不是说留言装富吗？你来装个同款的我看看，谁家的小谁？赵一雪，亏我还相信你，原来你才是那个小人。但是也有知道他俩家要拆迁，还舔着他们的人，我没有理，直接关了手机睡觉。之后我又忙了几天保研的事儿，还让将那些之前污蔑我、造谣的人交给了律师，让律师一一发去了律师函。本来我要是想快速的得到结果，只需要用我家的超能力催上一催，但是我偏不，毕竟好戏还在后头。我闲着没事儿，刷了会儿朋友圈，恰好看到赵一雪发的一条跟李想还在拍的婚纱照，一条是李想他妈给他的转账记录，一条最新的是今天发布的，说是今天晚上要和李想烛光晚餐，甚至还定位了地址，是一家高级的西餐店。我看着地址有点眼熟，这不正是我哥创业开的公司之一吗？而且今天我哥和嫂子约会也在那儿，顺便让我和胡月也去玩。手机铃响了，我一看是胡月打来的，你准备好没有？听说今天晚上那个西餐店还有帅哥表演小提琴，你快点儿。我只能从床上爬起来，简单收拾一下就过去了。他强烈要求我开着劳斯莱斯，我也只能顺他的意了。到了参观之后，我本不想招惹那俩人，而且赵一雪发朋友圈，怎么也有2小时了，我以为他俩早都走了，但是我没想到他俩竟然还在。我一进门，他俩就看了过来。赵一雪当即切了一块牛排，想要喂到李想口中，但是没想到他并不习惯西餐具，不小心将牛排掉落在地上。我没有搭理他俩，到了原来预定好的位置点餐。我肠胃不好，就点了一份全熟的牛排，没想到被赵一雪听了去。我早说他就是个假名媛，牛排还吃全熟的，也不怕人笑话。我还未开口，胡月就先反驳回去：某些人啊，没见识就少说话，少拿网上查的攻略来伪装。正好牛排好了，他直接切了一块我的，细细品味。这牛排要是想烤全熟的同时还保留软嫩可口的口感，最是考验厨师的厨艺和牛肉的质量。他点了点头，还不错，不愧是你哥的创业公司。李想和赵一雪都不敢接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胡月说的拉小提琴的帅哥出来了，这是我哥专门请的，为了给他和嫂子的约会营造氛围的。但是我哥和嫂子还没到，应该是先去其他地方了。小提琴帅哥出来之后，先是拉了一遍他准备的曲目，接下来我们可以点曲，别人点过之后，赵一雪学着样子也将小提琴叫到身边点歌。很快一首歌拉完了，赵一雪还如痴如醉地看着小提琴帅哥，还是李想咳嗽2声才回过神。小提琴帅哥拉完之后没有走，赵一雪见李想脸色不好，就催促他离开。最后还是那个帅哥张开了嘴，跟他要小费，听歌要给小费，这是不成文的规定。也就赵一雪和李想才不懂。赵一雪先是拿出10块塞给了帅哥，见帅哥还不走，才又拿出个50。很快帅哥的脸都黑了。我闺蜜抓住机会，一个嘲讽技能就甩了过去。不会有人连消费300起都不知道吧？这可是名门学校的学生，从小就练琴，还想当叫花子打发吗？李想这才硬着头皮拿出了300，给了小提琴帅哥。此时
我和胡月早已经吃完了，我哥应该是有其他安排不来了，我俩就直接离开。正巧他俩也要离开，服务员给他们算了账单。我没有了解到底多少钱，但是看李想的脸黑程度，应该是大大超出了他的预算，毕竟他们家还没搬迁呢。赵一雪看见我俩没家长，就往外走，立刻跟服务员说我俩吃霸王餐。服务员看见我俩，浅鞠一躬，小姐好，然后我俩就走了。那天之后，李想还舔着脸问我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家很穷，不是当初说各自安好的时候了？我才不想回他，省着他以为我还缠着他，直接一个拉黑删除，顺便将赵一雪也删了。但凡他当初直接跟我分手，我也不至于那个膈应他。他家既想从我这儿获取利益，还不想付出，现在好整出了要回头的趋势，给我恶心坏了。很快班级里开始传一些流言蜚语，当然不是关于我的，而是关于他俩的。李想不敢回话，尽可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赵一雪则不相信我是真的富二代，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张我和我爸的照片，甩到群里，说我傍大款，保研的事儿还有很多需要准备的事儿。我没空理他们，但是我闺蜜直接将我爸的百度网页截图发到的群里，里面恰好有我全家的合影。他还换了小号，这不是留言吗？那位是他爸呀。不一会儿，群里又引起一道浪潮，赵一雪不敢再说话。过了很久，我见群里消停了一会儿，又发了条消息，马上就1号了吧？赵某和刘某的结婚具体地址是不是忘发给大家了？群里没人回应，更安静了。回到家之后，我妈突然说要给我庆生日，我过生日都过农历，最近太忙，根本没想起来。我打开手机一看，还真是刚刚好是1号。这时我哥突然接了句话，那个混蛋是不是1号结婚？生日不过也没事儿，我最近比较忙。我说的是实情，除了准备保研的相关资料之外，我还有个比赛要参加，需要全心准备。但是我家人却以为我受到了他俩的影响。我哥直接出了一个馊主意，他们是在城酒店是吧？我们也去那儿给你庆祝生日，比豪看谁更好。我爸也点了点头，咱们就去。正好最近他们那儿取消拆迁，马上落实了，咱就看看他们还能乐到多久。我妈直接一拍大腿，直接大喊一声，咱们就去那儿办，还要大办。他们敢羞辱咱女儿，我必须给找回来。我家人有个祖传的优点，那就是护犊子。我本来不想让他们掺和，就是因为这个，但还是没办法阻止。我妈当即通知了她的姐妹，我闺蜜就是她姐妹的闺女。胡月直接在大群里发了我庆生的消息，地址就在李想和赵一雪婚礼的楼上。她还是群的管理员，直接按了全体同学，瞬间群里又是一片省略号。但是我的私信却出现了很多我一定去的私聊。我无视群里李想和赵一雪的质问，直接在群里统一回复了一下，只是个小生日，大家想来的来玩就好，不用带礼物。等到1号的时候，我穿着我哥给我定制的礼服，我爸给我新买的宝石项链，我妈新给定制的小皇冠，盛装出席了我的生日宴会。我爸我妈将亲戚朋友邀请个遍，大家也特别给面子，几乎全到，以至于酒店门口全是豪车。酒店入门处，我的单人精致照片将李想和赵一雪的结婚照盖了下去，很多他们的朋友都还得问路。上楼的时候，正好遇见了李想和赵一雪。李想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被赵一雪掐了几把才缓过来。我淡定地上楼，到我的生日典礼大厅之后，看见了很多我班的同学，
还有一些之前的乐器舞蹈同学和高中、初中同学。我从容的应对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爸妈还没来，我就下楼去找他俩。他俩被困在了2楼，身后跟着俩人纠缠他们。听声音是熟人。刘总，当初您不是说好了要用我老家的房子种菜吗？怎么不用了呢？你要是想养猪也行啊，我家房子特别适合养猪。我听到强忍着笑，原来是理想的爸妈。我爸为了能做出最好的菜，都开始选择自己养殖了。对于菜地的选址，当然也是亲自考察。没想到正巧碰到了他爸妈，这次估计是在门口遇到了，知道自己家房子不能拆迁了，想求我爸呢。不一会儿，李想和赵一雪就上来了，拽着自己爸妈就往回拉。爸妈，我婚礼都要开始了，你俩这是做什么？他爸妈直接瘫坐在地上。今天早上来消息，咱家那儿不拆了。李想听后十分震惊，怎么会不拆了呢？不知道啊。他妈突然拽着李想往我这边走，你快求求刘岩，让他爸继续拆咱家的房子。李想一听，立即扔下了赵一雪，向我走来。赵一雪身穿婚纱，不便移动，只能在后面大喊：李想，你回来！我闺蜜胡月挡在我面前，李想还死皮赖脸地往前凑，跪了下去。刘岩，我错了，我是鬼迷心窍，其实都是赵一雪逼我那么做的。我冷笑一下，晚了，开弓没有回头路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后面的赵一雪受了刺激，突然捂着肚子倒了下去，身下还流出许多血，瞬间场面就混乱了。我们趁乱离开了现场，开开心心地完成了我的生日宴。接下来几天，赵一雪父母还带着亲戚来学校骚扰我，我直接打电话报警了。没多久，我直接保研，离开了学校，他们也不敢到我家去找我们。之前造谣我的人，大多接到了律师函，识相的都给我道了歉，并且证明我是被造谣的。后来李想和赵一雪还是结婚了。他们婚礼那天，赵一雪被送进了医院。在赵一雪没出急救之前，赵一雪家知道了李想做的事儿，就提出了跟李想离婚。赵一雪家境比李想家好，不想跟李想家算还办婚礼的账，但是李想家死活不同意离婚，甚至在医院就开始耍赖。毕竟当初知道拆迁的时候，他家花销瞬间就大了很多，再加上办婚礼，几乎将存款花得差不多了。如果不能赖上赵一雪家，以后就连过日子的钱都没了。但是等出了急诊室之后，大夫告诉李想，赵一雪已经怀孕4个月了。因为不知道孩子到底是不是李想的，赵一雪家就也没再提出离婚的事儿。我从我闺蜜口里知道了这些事儿，心里没什么感觉。虽说当初跟李想处对象，确实是我识人不清，但是我经过家族这么多年的培养，我也不是个傻子。我听到之后也只是笑了一会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